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看到苏珊身后这座高耸的建筑了吗？不是左边这座，左边这栋呢，它是马来西亚的股票交易所。这一个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最著名的地标吉隆坡塔，名字都带吉隆坡了。没错，苏珊现在人就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。像这样子的地标建筑，在吉隆坡还有很多，像是 The Exchange 106啦、莫迪卡118，还有最多人去打卡拍照的双峰塔。马来西亚其实是由11个州、2个邦，还有3个联邦直辖区所组成的一个国家，而吉隆坡就是其中一个联邦直辖区，它也是马来西亚的首都。来到吉隆坡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去吃美食啦 ！Let's go！ 来吉隆坡找美食，第一站当然是要来磁场街。嚟蒸酒店，呢擺唔係嚟蒸大賓館啦，阿星爺。我們就上天橋過比較安全。还有豆花吗？豆浆水一杯，然后豆腐花配糖面。吃了就完，吃了就完。来，要了一个豆腐花，一个豆浆水。然后这个豆腐花是黑糖的，一共5块钱。苏珊啊，每一次来磁场街啊，第一餐一定是来这里先的。它的豆腐花非常的滑，然后黑糖的甜刚刚好，然后可以吃到一个很香的姜味。早餐来这样子的一碗豆腐花，非常的美味。可以看到啊，整个磁场街啊，就这一档，它的排队是非常的长的。然后大家都是一人人手拿一碗，然后一杯水这样子，就在它的附近坐下来站着这样子吃。它的甜度刚刚好，老人家吃应该也会非常的喜欢。然后苏珊以前啊，家里每次会经过1辆车啊，也是会这样喊的豆腐花、豆浆水，这有小时候的味道。然后老板是说潮州话的，非常亲切。刚好苏珊也是潮州人。难怪会排那么长的队伍，它的豆水非常重的那个豆水香。走，下一站。第2站。旱季靓粥，苏珊点了一个生鱼片粥，还有一个猪肠粉。刚刚老板就有问苏珊，你的鱼要生的还是熟的？当然是要来好吃的，所以就来了个生的。苏珊还没有吃这个粥啊，就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麻油香味。按它的生鱼片上面这些，上面应该也是麻油，然后有生鱼片、香菜，苏珊的最爱姜丝，它应该是要这么吃的。这是广东美食。满满的鱼肉，生鱼片在这个粥里面，就是靠粥它的余温去将这个鱼肉浓熟，1回生，2回熟，3回加点酱油。苏珊重口一点，来一点胡椒粉。先来一口粥。它的粥是那一种看不到米粒的，就是包到那个米都熟烂了。这个一般上啊，对，苏珊在家乡吃的粥很像，潮州粥也是这种特色，就是把那个米煮成米浆。来一口生鱼片，
难怪要生的啦。如果熟的话，它这么薄的鱼片一咬就会散。现在这个鱼片是滑的，然后咬有一点姜丝，非常的香。满满的香菜味。苏珊建议啊，如果你是比较偏淡口味的人，就不用加酱油了，因为它的调味本来都比较重，然后它的香菜也可以不用放那么多，因为香菜的味道有一点重，有一点不太舒坦，就是一股脑的倒下去。接下来是这个。有辣酱，然后有甜酱，它这里说的是红酱。苏珊啊，之前在永安镇吃过猪肠粉，就是一般的放甜酱，然后之前在槟城吃过虾膏版本，现在我们收集第3种红酱。这一款猪肠粉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？就是它不是圆圆的。它是扁扁一条一条的，有点像粿条。来一口，它有点像甜酱，可是又带一点点有别于甜酱的香味出了。甜度刚刚好，感觉啊。在吃长街的调味啊，都适合，不管你是3岁还是到80岁。虽然它只是简单的猪肠粉跟红酱的搭配，可是它还撒了一个芝麻香去，所以你很清楚的可以吃到芝麻香味，那芝麻影响很多，好吃，推荐。丸石推荐，刚刚那个粥是11块，猪肠粉是6块，所以加起来是17块。然后这一间汉吉酿粥，它那里写它是从1949年开始营业，所以至今已经有65年了。走下一家。同行遇同行，这个是饭吧类饭掌柜的，可是这是椰丝的，所以苏珊就忍不住很想吃。它是一起做的，那个爷爷现场做。热腾腾的飞起，椰丝的味非常重，很香。下一站，北京大班屯的兄弟姐妹来茶餐室。Bihun, nombor 1 mian regular. $17.13. 比苏珊的脸还要大，只是 regular 而已，还不是冰。先来一口汤头，它汤头不是那种很重咸口的牛肉味，它是带有牛肉还有一些咸菜，然后混合的那个口味，整个喉咙就很顺滑，好喝。17块牛肉粉，苏珊要的是米粉，上面有一些青葱，有咸菜，这个咸菜是灵魂，然后有牛肉、牛肚，这是牛毛肚比较大的部位，牛肉丸，那个料非常的丰富。苏珊叫的这个是牛杂的，这应该是牛肝。
软硬刚刚好，搭配辣椒，它的辣椒像马来西亚的鸡饭辣椒，但是偏更辣一点点。干杯！不得不说，经验老道，它的每一个牛的部位哦，都抓得非常刚好，那个软硬度不会煮得太老，然后咬起来刚刚又可以咬断，又有那个韧性。人潮是非常的多，那个成语怎么说来着？座无虚席，高朋满座。以前那些餐厅很喜欢挂的牌匾。哦，它的这个牛肉有稍微腌制过，可以咬到那个胡椒粉味道，然后再穿烫下去的时候，应该是抓了一些面粉，让它变滑，好吃好吃。苏珊上一集就去那个海南村吃的米粉是家常味，这个它不是家常味，它是那种色香味俱全那种感觉。苏珊有说过，苏珊很爱猪的各种部位，现在苏珊的 list 多一个牛的各种部位。来口牛肚，完食苏珊的绝技，非常推荐来这一间麗晶啊，不对，麗豐茶餐室，一定要来吃它的牛肉粉。我们去下一家鬼仔巷 ，Let's go。以前帮人剪头发的师傅叫光头师傅，苏珊县不了解。那苏珊县来到这地方叫做鬼仔巷，相传它为什么会叫鬼仔巷呢？好几个传说啊。有人说，因为这里以前啊，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玩，然后那些家长啊就听到觉得小朋友很烦，他就说，他们的声音好像鬼仔这样，所以就一直嘻嘻哈哈嘻嘻哈，所以就叫他们鬼仔巷。第二个传说是这么来的：当年日本入侵马来西亚，然后当地的华人有把日本兵称作为鬼仔的这个习惯，所以当时日本兵听说是占据了这个巷子，然后他们就称这个巷子为鬼仔巷这样子。苏珊可是跳橡皮筋的高手。然后这个第三个传言啊，为什么这里会叫鬼仔巷？其实就比较不好，因为以前这里很多人在这里抽烟啊、喝酒啊，甚至是吸应该是鸦片，所以他们就称他们为烟鬼、酒鬼、赌鬼，聚集在这里，所以是灰色地带啦，所以这里就叫做鬼仔巷。先睡个觉。预拌琵琶什么班子？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成龙最喜欢的武器——板凳。磨了菜刀要去干嘛？跟人杀价。没有，这里感觉就是一条龙服务，磨好了剪刀就给上面的逼头师傅剪刀。这
这个鬼仔巷就是吉隆坡的地标之一啦，可以看出来人潮是络绎不绝的，就是不停的有观光团来这里参观。虽然这鬼仔巷就小小的，可能不到20米，然后它现在也跟上时代了，它有 QR 码可以扫，就看它背后的故事啊，还是有很多资讯什么的。然后苏珊印象中啦，记得没有音乐的，没有播放音乐，现在可以听到background音乐，它是有播放一些60年代的歌曲。当然有人做活动啦，也是有一些比较新潮的歌曲。走，接着其实来一个铁的跟一个咖啡的，一个得一个咖啡是吗？好的。好，这个是 kopi。好，再来一个得。OK， 谢谢。2、3、4、5。OK， 谢谢。马来西亚茶是最经典的搭配，得咖啡。一支2块钱，非常的便宜。这安哥叫 Jimmy， 他的档口，然后这个是泰国奶茶，他自己加了泰国2个字，这个是海南咖啡，好吃好吃，双倍的快乐。卖冰淇淋的 Jimmy 非常的亲切，然后我们接着吃正餐，在苏珊身后的就是立丰拉拉米粉。刚刚本来苏珊要来立丰茶餐室的时候，结果来到这里，然后又跑过去，然后现在又回来这里。今天苏珊吃的全部都跟力有关，来，走。很香的绍兴酒香，很明显闻到姜的香味，还有辣椒仔的辣味。来一口汤头，是苏珊喜欢的拉拉米粉，很鲜香，很浓的海鲜味，就是那种海鲜汤的鲜香鲜甜味。这个虽然也叫拉拉，但是其实它的学名叫花甲。有的人煮拉拉米粉汤是用蛤蜊，但是这个是用花甲。它的拉拉给的料非常的足，满满的铺在上面。吃米粉汤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们煮那个汤头不够鲜香的时候，你的米粉是不入味的，所以米粉的味道会跟汤分离。但是这个它的米粉跟汤是结合在一起的，然后它的汤头真的非常鲜香，是苏珊喜欢的重口味。小小只，但是很 Q 弹。一碗拉拉米粉啊，其实它有几个灵魂，分别是拉拉、米粉、辣椒、酒，当然还有姜丝，姜丝可以去腥味，但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就是青葱，青葱加上去啊，它会多了一股清香的风味。我刚刚就看人家桌子很多颗，我就以为2、3碗的，不是1碗的。平常啊，苏珊吃拉拉米粉啊，拉拉2、3下就吃完了。现在苏珊吃拉拉米粉啊，不断的吃拉拉，还是吃不完的感觉。在马来西亚，不管你是沙白、蛤蜊还是花甲，一律统称拉拉。花甲少年转大人，把你呀你呀亲来亲，亲来亲。吃饭不要唱歌。
发动独门绝技。非常的爽，你看满满的一节课，只需要17块。上一集啊，我们是用拉拉炒米粉做结尾，这一集我们就用拉拉米粉汤做结尾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，也下大雨了，对，上一集也是下大雨，就说声拜拜。苏珊刚刚忘了补一句完食。